嘿，各位老铁，大家好啊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。今天咱们不聊别的，就来撕开一个最近让我心里堵得慌的话题。这年头，怎么感觉只要政府的钱袋子一瘪，罚单就成了无处不在的灵丹妙药了呢？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魔幻了？想想看，最近你出门是不是也感觉路上的眼神多了起来？交警、城管、市场监督，这些原本负责维持秩序、保障民生的部门，怎么忽然间都变成了创收急先锋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前几天在重庆的朋友给我发了段视频，画面感那叫一个强烈，一大群城管大哥，那阵势简直像围捕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似的，把俩卖菜的小摊贩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警戒线一拉，那气氛瞬间凝固，小贩的眼神里写满了无助和无奈。这哪是执法啊，分明就是一场活生生的围剿啊，看着都替他们心疼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大，地方财政的日子更是紧巴巴的。以前卖地收入那是哗啦啦的进账，现在呢，地卖不动了，钱袋子空了，那怎么办？政府的胃口可不会因为没钱就缩水，于是乎，这手就伸向了哪里？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还有那些苦苦支撑的中小微企业，罚款成了他们续命的财政药方，而且这药方剂量是越来越猛，药性是越来越烈，吃的我们是肝肠寸断。我跟深圳的老崔聊这事儿，他直接就一肚子火。他说啊，现在动不动就是罚款，老百姓真是吃不消。他亲眼见到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没戴头盔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知道罚了多少吗？2000块！我的天哪，2000块啊！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这几乎就是半个月的口粮钱了。交警现在更是高瞻远瞩，规定电动车只要载人载物，直接就是2000块。你说这规定是保障安全呢，还是变相创收呢？在我看来，这根本就是把普通人的生活逼上了悬崖。安全帽再重要，也不能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吧？这罚款的镰刀挥舞起来真是毫不留情，一刀下去，割的人心都在滴血。再说说城管，之前国务院不是还发文说要把小商小贩从文明城市考核里剔除，意思就是少管他们，让人家有口饭吃。结果呢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苏州的朋友小苏告诉我，他们那儿罚的是温柔一些，每次20块，听着不多，但意思就是你交了保护费就能继续摆摊，这不就是变相的雁过拔毛吗？更有甚者，在其他城市，一张罚单动辄就是800、1200，摆摊能赚几个钱啊？这哪里是管理，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打压，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扼住了小老百姓的喉咙，不让他们喘息。看着没钱收税，就对这些最底层、最弱势的群体下手，这种精准打击真是让人又心酸又愤怒。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我前阵子看到个新闻，真是气得我拍桌子。江苏盐城有个老农民卖了几只羊，一共才赚了180块钱，结果呢，被大丰区市场监管局，你没听错，直接罚了10万块。我的天，180块到10万块，这是坐了火箭的速度啊！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，舆论哗然之后，才不情不愿的降到了1万块。但你想想，如果不是媒体曝光，如果不是全民声讨，这个老农民是不是就得背上这10万块的巨债？这哪里是执法，分明就是土匪抢钱。这种离谱的罚款，简直是把法律的尊严踩在脚下，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当成提款机。不光是个体户，那些中小企业更是成了提款机中的贵宾卡持有者。山东有家民营公司，短短3年，从2021到2023年，遭遇了上百次行政检查，上百次啊！你想想，这企业还怎么正常经营？每天光应付检查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。这哪里是营商环境，分明是营商绞肉机啊！搞到最后，企业几乎瘫痪，这不就是亲手把经济的根基给挖了吗？
咱们来看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根据财政部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非税收入竟然高达 4.47 万亿元，比前一年暴增了 25.4%。非税收入，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款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我们的罚没款收入竟然在逆势大涨，这不就正好印证了那句话吗？只要政府缺钱，就想办法开罚单，这哪里是巧合？这分明就是一场有预谋的财政自救行动，而代价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血汗和生存空间。当然了，政府也知道民怨沸腾。今年1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个意见，说要规范社企检查，不能超过每3个月一次，还要流程规范化。司法部也紧接着搞了个专项行动，要整治什么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的4乱问题。听着是挺好听的，可现实呢？就像我朋友说的，政策是政策，落实是落实，咱们老百姓感受到的依旧是那把高高举起的罚款大刀，而且是刀刀见血。我还有个上海的朋友郑先生，他最近在贵州旅行，简直是哭笑不得。他说以前高速公路费每公里5毛钱，现在直接涨到1块钱，翻了1倍。景区门票以前60岁以上半价，现在要65岁才行，这不就是变相的涨价吗？悄无声息的就从你的口袋里把钱掏走了，还不带跟你商量的。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吸血方式，更是让人防不胜防。更离谱的还有跨区执法。长沙有个网民叫张小农，他朋友开了家制衣厂，先是被消防部门强制要求买什么新款逃生软梯，不买就罚款。你说这东西有没有必要？也许有，但强制购买，还只认指定品牌，这不就是利益输送吗？然后更绝的来了，湖南省外的警察竟然以商品涉嫌侵权为由，直接远程执法，最终罚了50多万。50多万啊！我朋友在长沙，湖北的警察跑过来管长沙的事儿，这叫什么远洋执法？这不就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来捞一笔吗？这种无视区域管辖、随意扩权的执法行为，简直是刷新了我的三观。还有河北廊坊的王阿姨，一个退休教师，说起煤气罐的事儿就一脸无奈。原来一瓶煤气70块，现在政府强制要求换新的指定煤气罐，一个要140块，不换就不给气。这不是强制消费吗？这不就是把手伸到老百姓的厨房里，连你用什么罐子都要管，而且还要你为此付出翻倍的代价。这种管天管地管空气，连你家的煤气罐也管的架势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，又怒火中烧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澎湃新闻的调查显示，今年很多省份的非税收入增幅超过100%，河北、湖北、陕西这些地方政府居然连具体的罚没收入明细都不公布，这信息不透明，简直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猫腻？多少不为人知的罚款指标？多少不合理的行政创收？我们无从得知，只能默默承受。所以啊，各位老铁，这罚款真的成了各地政府的财政药方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根本就是饮鸩止渴。罚款罚得越狠，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，企业的生存就越艰难，这经济的内循环还能转得动吗？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，看似解决了眼前的燃眉之急，实际上却是在透支整个社会的活力和信任。就像是在一艘漏水的船上，不停地往外舀水，却忘了去修补漏洞，甚至还在船底凿开更多的洞。长此以往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未来的风浪？我常常在想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税收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而不是靠着罚款来维持生计。罚款的本质应该是惩戒违法行为，维护社会秩序，而不是成为政府的摇钱树。当罚款变成了创收的工具，它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，变成了一把指向老百姓的利刃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各位老铁，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
你们对这种罚款经济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们一起发声。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的事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困境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。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